不过，就在北约举行一系列军演、对外秀肌肉的同时，其内部的各种分歧也浮出水面。近日，芬兰和瑞典高层频繁会谈，两国总理周二还将在德国会晤，届时将讨论两国共同加入北约的前景。美国国防新闻周刊分析称，两国高层会谈强度的突然提升，提高了外界对两国将在本月16日联合宣布加入北约的预期。对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可能，俄罗斯已警告，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军力部署，波罗的海将不再是无核地区。是否吸纳新成员，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一致点头，这也为成员国争取更多利益提供了机会。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已经公开反对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他在上周二就明确表示，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相当于激怒俄罗斯，是十分危险的冒险举动，会予以阻止。同时，米拉诺维奇对克罗地亚一直被北约边缘化表示不满。他指出，克罗地亚不会批准任何加入北约的申请，除非北约国家能保证克罗地亚族在波黑的选举权。他还抱怨，同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至今还没能加入申根区，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还没有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但芬兰却可以一夜之间加入北约。北约吸纳芬兰和瑞典的这个决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定的。那么克罗地亚这些国家呢，是作为比较小的这个北约的国家，它本身就是人微言轻的这样状态，所以我认为克罗地亚的这个态度虽然表现了北约内部的一些小国家的这样一些姿态，但是呢，其实很难从根本上阻止两个国家加入北约。除克罗地亚之外，匈牙利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因为匈牙利不仅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合作，更与此次寻求加入北约的芬兰曾产生过嫌隙。匈牙利长期被其他欧盟国家指责在法治上不符合欧盟标准。2019年，芬兰担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时，曾在法治问题上针对匈牙利。当时，匈牙利媒体把芬兰称为匈牙利的新敌人。而希腊与土耳其的剑拔弩张也进一步暴露了北约的内部矛盾。1年1度的北约空军盛会老虎会将于本月9日至22日在希腊雅典举行，却被两个成员国搅乱了。先是东道主希腊取消邀请土耳其参加此次军演，然后是土耳其空军拒绝参加。希腊国防总参谋部上周指责说，在全球聚焦乌克兰战争之际，土耳其趁机侵犯希腊领空。自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战机就几乎不间断地非法进入希腊领空，尤其是从上月11日至13日期间，土耳其几乎每天都派出 F-16战机侵犯希腊领空。而在27日一天之内，土耳其 F-16战机168次非法进入希腊飞行情报区，其中41次非法飞越多个希腊岛屿的上空。希腊方面称，在这些岛屿中，部分是有大量居民的大型岛屿。希腊空军根据国际交战规则识别并拦截这些侵犯希腊领空的土耳其战机。希腊军方还表示，已经启动了爱琴海群岛上的防空系统，海陆空武装部队都处于战备状态。土耳其则针锋相对，反过来指责希腊空军在靠近土耳其海岸的空域进行挑衅性飞行，并多次侵犯土耳其领空。对于希腊取消邀请土耳其参加老虎会的决定，土耳其媒体则表示是土耳其空军拒绝参加这个演习。事实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积怨已久。历史上，希腊曾被土耳其长期占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希腊在爱琴海大陆架勘探出丰富的油气资源。土耳其向希腊提议协商划分爱琴海大陆架遭拒。自此，两国在爱琴海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大陆架问题、岛屿归属问题，发展到后来的领海、领空问题等，这使得本就糟糕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除此之外，围绕塞浦路斯问题，双方也是争执不下。即便后来塞浦路斯独立，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也依然矛盾重重。希腊和土耳其同为北约成员国，北约一直奉行保持双方平衡的政策。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曾强调，北约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土耳其却长期抱怨北约偏袒希腊。希腊和土耳其这项的矛盾呢，反映了北约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北约看似好像是很团结，但实际上不是铁板一块我想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围绕这个俄罗斯问题围绕这个俄乌冲突，它这个矛盾会不断的产生。